得手之后，我出于好奇心，马上打开了文件袋，却发现了一个惊天的大秘密。杜大哥要把东北的开矿权和筑路权交给日本人，还让日本的军队在东三省驻兵。幸亏我看了一眼，然后我就做出了一个决定，把这份东西没有交出去，而是假扮成了邝北云的样子，躲在了你的身边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我连觉一生杀人无数，烧杀抢掠无所不为，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是不会做的，就是让我当汉奸。于是，我就假扮成了邝北云的样子待在你身边，一是出于安全考虑，二是想试试你的为人能耐能否及得上你父亲。所幸我没有看错。现在这份东西就交给你了，怎么处理，你自己决定吧。前辈，我代表所有的中国人，谢谢你。我该说的也说了，该做的也做了，你就开枪吧。如果还想让我回到监狱的话，除非我死了，动手吧。有2个人你要见一下。是。出来吧。别哥，金扣。别哥，师傅。都已经出落成大姑娘了。师傅，我还以为你已经不在人世了。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来，起来。见过你师娘。师娘，我们已经成婚了。谦儿叩拜师娘。哎呀，算了，真是傻我。倩儿，师傅对不住你啊，让你替邝北云担惊受怕了。师傅，你费心了，我才没有为那个傻瓜担心呢。你跟邝北云的事情我都知道了，那是个不错的孩子，你就不要再折磨他了。等他回来以后，你就跟他成亲吧。师傅在泉下有知，会替你高兴的。我听说你把那枚戒指已经给邝北云了，那师傅这枚就送给你吧。他们本身就应该是一对儿的，这也算是师傅和师娘给你们的贺礼吧。谢谢师傅。扣儿，照顾好我们的杰儿。这里面的东西足够你们母子2人后半生享用的了，拿着。我死以后，你们要尽快的离开京城，找一个偏僻的地方隐居起来，再也不要沾染这世俗的尘埃了。年轻人，动手吧。师傅。我求求你放了我师傅吧！我师傅已经没有几天好活了。你们都给我闪开！我连觉一生也算是顶天立地的汉子，我不希望我临死的时候再看见这种哭哭啼啼的场面。师娘。
你已经死了，从此这个世上没有鬼面狐这个人。谢谢莫台长，谢谢穆大哥。那你放了我，你怎么交代？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我自有办法。乔儿，你以后就好自为之吧。金克，那我们走。师傅，梅延昭，你少问了我一个问题：为什么我把一个从未谋过面的邝北云演得那么像？又是怎么知道你们之间发生的所有事情？请前辈赐教。你问吴浩南去吧。吴医生，你开开门！吴医生，吴医生，吴医生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吴医生已经在里面待了一整天了。他之前吩咐过，任何人都不准打扰他。可刚刚有例急诊要他处理，我敲了半天门都没人应。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？吴医生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死了。他死了这么长时间，你们怎么不知道呢？啊！出去！都给我出去！滚！好难，好难。今天让大家过来呢，首先是给浩南送行。然后呢，我就给大家看一下，浩南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写下的这封遗书。反正你已经看过了，你就给大家讲讲吧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好，其实早在9年前柴家血案的时候，浩南就已经被季如风，也就是早田成，用药物给控制住了。所以那个时候，是在意识完全被季如风控制的情况下给他做的死亡鉴定，然后早田成又化身为血灵，对他进行进一步的精神催眠。其实那个时候的浩南就分裂成了2个人格，一个是咱们所熟悉的清宫，善良、悲天悯人，而另外一个就是冷血无情，沦为日本人的傀儡。而且这2个人格并不知道对方的存在，所以紧接着他就在早田成的授意之下完成了血布林病毒的变异实验。
他们将这种病毒制造成了可以传染的生化武器，然后选中了高文远，控制了他的意志。所以高文远就成了第一个牺牲品，也是实验品，在许茹林的唆使之下，杀了阿良。又用同样的方式杀害了晚秋和郑小雨。罗庆镇以后，许茹林停止了对浩南的控制，让他恢复了正常。但是之前他所做的事情，他一无所知。而那个时候，高文远还一直在许茹林的控制之下，所以他才会在我的面前承担下一切罪责。然后，早田成又扮成了秦如火的面目出现在了浩南的面前。那个时候的浩南已经完全被他给控制住了。早田成命令他劝说方柔，让你把金顺基金交给和裕银行来托管，然后他又让浩南把我们所有人的资料交给了联觉，以便联觉向我们报复。后来浩南在方柔这儿发现了自己从前的照片，这才引发了他被封锁的记忆。但是他为了能尽早的知道真相，摆脱早田成的控制，其实也是为了帮我。他不断的在给自己注射阐肃精，因为他想把这一切他所知道的他都写下来，告诉我。但是最后终于由于药物注射过量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。杨昭，那人间兵器是怎么回事？这个人间兵器啊，人间兵器就是日本人制定的一项计划。他们在国内呢挑选了一批人才，还有政要，对他们进行药物注射和物理催眠，让他们都成为只懂得服从、没有任何情感的提线木偶。其实他们是在为全面侵华在做准备。这项计划的代号就叫人间兵器。
一谢木偶。原来一切都是假的，我爱上的吴浩南，竟然只是一个没有情感的行尸走肉。为什么同样的事情在我身上发生一遍又一遍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方柔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浩南他一定是真的爱你的。其实日本人想完全控制他的意志，但是并没有得成。浩南自己的心里仅存的那一丝善意支撑着他完成了这一切。这样，方柔，这封遗书的后面呀，有他写给你的几句话，你自己看。方柔，当你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，我应该已经离开了人世。我一生中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。但是无论如何，请你相信，我对你和对小顺的爱是真挚的。即使是在完全沦为傀儡的时候，也是一样。我曾经承诺过，会代替小顺陪着你生活。很抱歉，这已经不能实现了。但我希望你能坚强起来，忘记我，乐观地活下去。原谅我，原谅我所做的一切。别了，方柔，在生命的最后，我脑子里全是你的声音。方柔，我爱你。我会像浩南说的那样，勇敢乐观地活下去。我会坚强起来，我会为他报仇。对，我也要为我死去的哥哥报仇。连长，你说我们要怎么做？听听伯父伯母的意见吧。不只是浩南和楚原，我们还要为所有被人间兵器所害的无辜中国人报仇。首先，我们先要做的是揭露秦如火的阴谋，要让大家知道日本人借助和业银行敛财的真相。通过伯父探听的资料，若要取回秘密账户里的钱，除了要知道确切的银行账号，还需要齐如山亲自带领印章，以及11位数的密码，才能到汇丰银行顺利的办理手续。我们不分两路。方小姐，你好。快，请坐。方小姐，我能为你服务吗？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，这份合约无效。合约无效？为什么呀？这份合约的监管人除了我，还有邝北云先生，他没有签字，是无效的。方小姐，
您看看能不能跟邝先生商量一下？因为对不起，邝先生没有签字，就是无效，没得商量。行长，这是大东银行要与我们合作的一个意向书，请您批复。谢谢行长。方小姐，你看这个合约我是做不了主的，要不然您跟我去我们行长那儿去跟他说话。我不想去，请他来不行吗？我就在这儿等他。您稍等。唐经理。行长，方柔小姐在我办公室里大吵大闹，要让您过去一趟。方柔？对，就是关于那个金顺基金委托的事宜的事儿。那个金顺基金的一个股东邝北云不同意签字，所以方柔小姐之前签订的合同呢无效。你让他过来。我跟他说了，可他非得让您过去。这个麻烦的女人。能不能请邝先生来我们和玉详谈？因为和玉毕竟重振声誉，以现在的实力，一定能让邝先生刮目相看。可我已经拉下脸说过好多次，他人来无影去无踪的，你说我上哪儿请他去？那个方小姐，您看看，如果他来不方便的话，我可以去亲自登门拜访。那不行，邝先生可是个说一不二的人。我这次擅作主张把基金交给你们托管，他已经很不高兴了。我可不愿意再跟他说这事儿。根据汤马斯先生提供的情报，秦如果的疑心非常重，
每次处理完秘密账户的业务之后，都会修改这11位密码，所以这组密码至关重要，一定要赶在他下次修改之前找到。 我告诉你们，这件事儿就是没得商量。好，我了解，那就如你所愿，你明天就可以来这里办理取消托管手续。但是由于你们是单方面撕毁合约，所以你们必须承担30%的违约金，这也没得商量。哎，景行长，你等一等。景行长，你等一等。 我们那儿急着要用。行长，你还没仔细看。行长，这个文件对我们银行很重要，你仔细看一看，您再。行长，这文件真的对我们是很重要的。 现在已经核实过了，这组数字就是秦如火秘密账户的账号，咱们可以开始进行计划的第2步。连长，可那组11位密码呢？我们已经把秦如火办公室能藏东西的地方全都找了，可是还是没有找到，怎么办？对呀，哎呀，没有密码，我们所做的一切全都白费啊！他会不会把密码都藏脑子里了？哎，这样吧，我去把他绑架了，逼他说出来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！如果你这一招能奏效的话，那之前咱们还费这么大劲干嘛呀？那你说怎么办啊？要不用数字排列换算？11位数字的密码组合有上百亿种，比大海捞针还难呢。啊，大家先不要着急啊。我是这么想的，如果秦如火这11位密码经常更换的话，那他的记忆一定会出现混淆。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他把这11位密码就藏在一个只有他自己知道、不显眼的地方。我现在怀疑他这个密码就藏在照片里。照片？当然，咱们现在没有找到是暂时，但是现在时间对咱们是太重要了。现在距离和裕银行公开赠发股票只剩下2天的时间了，咱们现在必须要继续行动，抢在秦如火的前面。伯母，您是数学专家，您看看在这个照片当中能不能找到密码的线索？好吧。伯父，您将这个密码账目中的资金明细公诸于众，揭穿秦如火的骗局。好。那你呢？我拿着这个印章的拓片，去找一位老朋友。谁呀？不念不念。别来无恙啊！好了，请坐。行。
着，怎么样了？不信我们就跟他来硬的。你好。你确认吗？我确认。好的，不过你的账户业务牵涉的资金比较巨大，需要一些时间，请稍等一下。没问题。都这么长时间了，他们怎么还不出来？你说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啊？久等了，齐先生。您的账户已经注销，这个是您需要的本票，在任何汇丰银行都能检票计兑。汤马斯先生办事的效率非常高，秦茂将不胜感谢。齐先生客气，希望我们以后能继续合作。好。就是这张，这张照片让我有一种很不协调的感觉。不协调？我看看，这哪儿不协调了？算盘。算盘。大家想一下，秦如火他是一行之长，他根本没必要自己来核实账目。他的办公桌上怎么会出现一个算盘呢？好，咱们退一步说，就算他要用这个算盘，用完之后起码应该归零吧。但是照片上可以看得出来，算盘上还显示着数字。程怒啊，那你的意思是？刻意而为之，用算盘记录下来频繁更改的11位账户密码，你们可以回家看看。哎，是真的。你看，你看。刚才见着那些洋鬼子，真是把我吓坏了，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。还是穆大哥说的对，那组密码没错。多亏你了，小乔。我倒真想看看那个秦如火看到他的秘密账户消失后会是什么表情。我也想看。目前进展的一切顺利，现在计划就差最后一步了。小乔，你怎么了？回来了。
我回来了。你去哪儿了？我这么多年一直找你，我都找不到，你去哪儿？你去哪儿了？你还拉肚子？啊？我去西域了，送给你。你真的去了？真的，我去西域找你了，结果到那才发现你不在那儿，就把这个带回来给你。以后你吃糖葫芦不会再拉肚子了。你怎么那么傻呀？你个大笨蛋！你知道吗？我第一天遇见你的时候，我就知道。我不要你再走了。不走了，再也不走了。的名字，曾经沧海的水滴，别看我的眼睛，你读不懂的心事，别想偷走我的心，已经封存在海底，别再欲言又止，随风飘散的故事，不说迷离的感情，可以将心掩饰，你听不懂的言语，无需太多解释，风一样的故事，海一样的心事，我想到故事的开始，想不到故事的结局，不说迷离的感情，可以将心掩饰，你听不懂的言语，无需太多解释，风一样的故事，海一样的心事，我想到故